萧长坤虽然确实没什么能耐，也没什么真本事，但他这么多年一向自视甚高，在妻女面前，他从未承认过自己不如任何人。所以，当他忽然在妻女面前开口，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一坨屎的时候，马兰和萧初然都惊呆了。这种话是几十年都不曾从萧长坤的口中听说过的，而萧长坤自己也不愿意说这样的话来讥讽自己。但过来之前，叶晨反复交代，这句话一定得说，而且必须要说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因为叶晨笃定，这句话是他这次度过危机的关键。萧长坤说完这话，心都在疯狂喷血，他感觉自己完全就是把自己的老脸放在地上拼命的踩，往死里踩，好以此来瓦解马兰对自己的猜忌。亲口说自己就是一坨屎，亲口说自己的心上人根本不可能瞧得上自己，这种感觉让他心里无比痛苦和自卑。但他知道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韩美琴已经错过了，绝不能再丢了马兰。所以，当萧长坤见马兰和萧初然都有些惊骇的时候，只能调整了一下心态，咬着牙继续说道：像韩美琴那样高高在上的人，看到我这样的一坨屎，也只会捂着鼻子绕道走，怎么可能跟我这样的一坨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？说完，他看着马兰，继续道：老婆，我这样的一坨屎，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不要我的话，还有谁会要我？没有其他人看得上我，又怎么会给你戴绿帽子呢？马兰见萧长坤自我贬低以及悲痛伤感的样子，再加上那满脸被自己挠出的血痕，他心里对叶晨的话已经完全信了。这一瞬间，他对萧长坤忽然有了一种愧疚和心疼。原来萧长坤瞒着自己，只是不想让自己受到韩美琴的刺激。而且听叶晨说完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跟韩美琴差距太大，真要是见了面，那后劲怕是10年都缓不过来。再看萧长坤一脸被自己抓得稀巴烂，他心里更是愧疚，内心深处的天平也发生了彻底的反转。他红着眼看着自我嘲讽的萧长坤，哽咽道：老公，在车上我问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呢？你要是跟我说实话，我怎么可能跟你动手？萧长坤听到这话，心中松了口气的同时，也不禁暗叹，他妈了个巴子的，我要是有叶晨这个脑子和口才，能想到这种狡辩的办法，我当然早就跟你说了，也犯不上被你挖得一脸稀烂啊。不过他嘴上却感慨道：哎，我本意还是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事情，咱们都是普通人，哪能跟人家成功人士、亿万富翁比？所以我希望你这辈子都不要知道这些，这样就不会受刺激、崩心态，踏踏实实过咱自己的日子。说着，他有几分释怀地说道：叶晨刚才说得很对，其实我根本就配不上韩美琴那样的女人，我跟她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就是个普通的窝囊老头，一个没本事、没水平，又喜欢到处炫耀爱面子的老屌丝。你怀疑我给你戴了绿帽子，我还要感谢你这么看得起我。换任何一个其他人听说这件事情，可能都会问我一句：萧长坤你配吗？说完，他看着马兰，哽咽道：老婆，我也要感谢你。在别人的眼里我是屌丝，是废物，是一坨屎，在你眼里，我竟然成了一个能让身价100亿的富婆不远万里跟我旧情复燃的渣男。老婆，这个世界上可能也就你这么瞧得起我，把我当块宝了。马兰听他这么讥讽自己，心里也不禁有些难受，连忙道：行了，长坤，别再说自己是一坨屎了，咱就是普普通通居家过日子的平头百姓，他们有钱人过他们有钱人的日子，咱虽然比不了他们，但咱现在过得也不差啊。我有那个自知之明，知道我各方面都比不上他。说着，马兰主动上前挽住他的胳膊，说道：行了，刚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你好心照顾我的情绪，我还当成驴肝肺了。你放心，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，就当没有发生过，你也不要记恨我好不好？萧长坤一听这话，心里顿时彻底松了口气，劫后余生的他发自肺腑地说道：
怎么会呢？我肯定不会记恨你的。马兰感动地点点头，开口道，你看，闺女去美国这么久，今天也终于回来了，我们也别在这让人看笑话了。走，咱回家。萧长坤如释重负，重重点头，泪眼婆娑地说道，好，回家。说罢，两人亲密地相互挽着手臂，迈步走了出去。萧初然都看傻了，叶晨则擦了把冷汗，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，看来是真成功了。马兰以后肯定不会再提韩美琴，甚至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跟韩美琴碰面，这样自己说的这些也就不会穿帮了。一旁的萧初然回过神来，低声道，老公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这都能让你圆得过来。叶晨讪笑一声，没办法，为了家庭和睦，我是脸都不要了。萧初然挽着他，开心地说道，牺牲小我，成就大我，老公，你居功甚伟。此时，外面的交警看见刚才还拼命的两人竟然挽着出来，一个个也是不敢置信地直揉眼睛。办案的交警下意识地问道，你们俩不打了？马兰连忙摇头说道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给交警同志添麻烦了。说完，还罕见地给人家鞠了一躬。萧长坤也连忙道，交警同志放心，以后我绝对不在高速上乱停车了。交警恍惚间下意识地点点头，开口道，知道就行。你那驾照就剩3分了，悠着点儿，扣没了就要学习了。萧长坤连连点头，您放心，以后一定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，不给您添乱了。一家4口先后出了交警队，叶晨把萧初然的行李搬上车。马兰开口道，好女婿，回去你开车吧，让你爸在后面休息休息。叶晨点点头，与萧初然一起坐进了前排，萧长坤和马兰则坐在了后排。车开出来，叶晨从后视镜看到马兰一脸心疼地摸着萧长坤脸上的伤口，低声道，老公，很疼吧？对不起啊。萧长坤心里也真是有一些感动，再加上刚才的一席话，让自己彻底丧失了以前莫名的优越感，对马兰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于是他摇头道，没事的，不疼。说罢，他下意识伸手将马兰的手悄悄握住，而马兰的脸上竟闪过一丝红晕。马兰也握紧了萧长坤的手，无比认真地说道，你是我老公，以后绝对不许再说自己是一坨屎了，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，知道了吗？萧长坤不知是真感动还是假感动，红着眼连连点头，好的老婆，我知道了。